今天你来的目的是和他分手。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呢？你当初回来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这都是公司的决定，公司让我回去，我也没办法。那你的工作就比我重要吗？咱俩这回好不容易在一起了，真的很不容易。整整2年奋斗过来的工作，我不可能因为我们感情然后把我工作抛掉，而且你父母也不同意，这才是重点。可是我为了你，我跟我父母都闹翻了。之前跟别人订婚，我婚都退了，就为了跟你在一起，你知道吗？我付出这么多，最后你跟我说你要走，就因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你就要搪塞我是吗？但是你2年前为什么不跟我在一块儿？你为什么现在才选择跟我在一块儿？你为什么总拿2年前的事儿来说呢？那都过去了。不是，现在你们俩这说的特热闹吧？我们还在云里雾里呢。我来问你们答好不好？第一是说你为了他放弃了一切，要跟他在一起。对，我们说说你放弃的是什么？我之前我家里不同意，所以我跟我父母也闹掰了。你也好意思说之前那是你父母不同意，然后你是不是跟着你父母回去了？可是当时我做这个决定，我也很心痛，我也很后悔。你很后悔，我一直到今天我都在后悔我当初的决定。两位，你们之前是指的哪年啊？2年前的时候。2年前，他父母不同意你跟他交往，他跟他父母回去了，回哪儿了？回他家乡河北。你父母把你带回河北的时候，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啊？整整2年。我们大2时候认识的，有一回就是我们2个一块主持一个晚会，学校迎新晚会。哦。我们2个就是男女搭档，然后经常串词儿，当时对我特别好，特别贴心。嗯。我真的觉得很好，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毕业的时候，我父母问我想在哪边工作，要安排工作。然后我说我要留在这边跟他在一起。你那是因为安排工作吗？毕业的时候，他父母逼着他让我们家买房，我们家是工薪夹层，每个月父母加起来可能就2、3千块的工资，我去哪儿给他买这房？当时我妈哭着过来找我，我从来没见过我妈那样跟我哭过，然后我就心软，然后我觉得我俩真的就没有未来了。等于毕业了就分手了是吧？对。你就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走了。我当时做那种决定，我也很后悔。这2年我也不好过，你知道吗？你是走了，但是你当时跟我父母说了点什么？咱们可以和平分手。你跟我说那些伤人的话，我可以认。你对我父母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我不是故意那样说的，我说那种话我心里也很难受。他们对我那么好，我那样说我自己心里也很难受。他当时甚至说你没钱你养什么儿子？他对我父母这样说的。你知道我父母当时多伤心？我父母当时都气到快住院了。一分手分了2年是吗？对。那怎么2个人又好上了？5个多月前，公司然后又把我从太原又调到河北。我当时我想到他在那个城市，然后我只是想着试着联系一下他，打他以前的那个号码。当时我没想到那个号码就打通了，我以为我能控制住我自己，但是我见了他以后，我觉得我没法控制自己。2年都没谈恋爱。对。你呢？谈了，有一个订婚的。你都跟人订婚了，这算哪一出啊？我当时也是家里安排的，那个男孩对我挺好的，可是我觉得我心里一直想的都是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正好他这次回来又给我打电话，约我出来见面。我当时本来真的我想我本来就要过我安定的生活了，然后不想让他再打扰我。可是他在我家楼下等了我整整1个晚上，你让我于心何忍呢？我当时那样伤害过他，我不想再伤害他一次，所以我就跟他和好。和好之后，他领着我去看房子。我当时说这个房子挺好的，他当时就把定金交了，交了以后，然后又买戒指。他说他当年买不起戒指，现在全部补偿给我，跟我好好在一起。就等这么稳定的时候，好好的突然跟我说他要跟我分手，因为工作原因。你说我能接受吗？那你那个定亲的那个男孩呢？定亲那个男孩，我跟我父母说了，然后他们帮我收拾这个烂摊子吧。我承认2年以来我努力工作，我就是为了要向他父母证明我可以再带着他走，我有这个能力去养活他的女儿，可以给他女儿好的物质生活。是，你没证明啊，你不是还把他扔下来了吗？那是他父母真的不同意，而且我跟他在一起5个月以来，真的就是一种煎熬。我每天都在想，就是什么叫煎熬？意思你这回回来你就不爱我是吗？我没有。你口口声声天天说你爱我就要走是吗？你的父母不同意，我不可能带你走，而且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他们想法？你自己做到让他们去接受你。我怎么改变他们想法？2年前的时候，他们就打心眼里看不起我。我现在我有一点成就，我现在可以在你们那儿买得起首付了。然后现在
怎么了？现在他父母还是觉得我依然是个穷小子。咱们两个在一起好好的，他们会理解咱们的。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子女过得好？他们当时那样带走我，肯定也是觉得怕我将来跟上你过不上好日子，吃亏。你为什么不能留在河北？你告诉我。我没法留在河北。他2年前伤我们父母那一次，那你这次去为什么招他？你见他一面你控制不住，那你什么意思呀？感情来了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住的。那现在感情走了？没有，我只是觉得没办法跟他在一块儿。我们在一块儿根本得不到双方父母的祝福，而且他对我父母，让我父母特别的伤心。我现在父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当时那样说，我也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可以去让他们原谅我。他们当时对我那么好，我说那种话我也很伤心。你也知道他们对你那么好，你去我们家里，我父母从来不给我做菜，然后给你做一桌子你爱吃的菜。打电话的时候都不问我好不好，先问你好不好。他们对你这么好，你就这么对他？你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他们每次给我打电话都要告我，你要找个对象，你要舍得给女方家庭花钱，不要再让女方家庭看不起你了。这就是你做的一切，你给我家里带来的一切。那他给你家里都伤害成那样，你干嘛还去找他呀？我控制不住自己。你能不能不走啊？我承认。姑娘，她要走，我可以带着我一起走，跟着你你走。愿意跟他走是吧？对。带不带？我承认，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的确我是带着不甘心回来的。我2年来，你知道我2年怎么过的？我每天为了省钱，我可以吃泡面，我整整吃了1个月的泡面。每天早晨5点起床，晚上11、12点才睡觉，就是为了跑业务，我为了能挣得多一点儿。你现在什么现实困难，小伙子？你告诉我。他当初对我那样的伤害，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对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图我之前，因为我之前是穷小子，他不愿意跟我。我现在有这么一点经济基础，他就愿意跟我了。你就这样想我的？你就觉得我是这么物质的人是吧？我现在不敢再相信你了。我要是那种物质的人，之前那人比你有钱多了。你这回回来你是有目的的，是不是？我是承认我刚开始是有目的，但是我见到你以后，我觉得还是爱你。你刚开始就是因为这回咱俩感情都没，你回来意思我甩你一次，你就要再反甩我一次。我没有。是不是这样？你刚才说你承认你这次回来是有什么呢？我是带着一种不甘心的心理回来的，但是我见到他以后，我真的没有说想报复他。我见到他以后，我一切想法我都。谁说你要报复他了？全篇谈话没听到一个这个词儿啊！你就是为了报复我是吧？我没有报复你，你跟我说，咱俩这回回来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如果我带着你回去，我怎么见我父母？我怎么见我父母？我跟父母说，我又带着这么2年前这么一个深深伤害你们的人，然后带着他去见你们。那你刚见到他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这些呀？我想，所以我一个深深伤害你父母的女人，你干嘛给她打电话呀？2年不见，去了河北就招人家，为什么呀？你们俩呀，充分印证了电影里的那句话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还了你2年前的债，你要为你后半辈子也还点债。你们听听专家的意见吧，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说证明也好，接触了以后发现留恋也好。在当时他抛弃你的时候已经绝了，你此次回归无外乎2个目的：第一，填空，填满自己的空虚；第二一个就是报复。你现在对他的种种行为，我们感觉不到一点你对他的爱，完全就是一种怨念。你真以为报复一个人带来的是快感吗？还有很深的痛感。毕竟这个人曾经你爱过，毕竟这个人现在在爱着你，这种报复真是来得那么痛快吗？女孩审视自己内心，你爱的真是这个人吗？还是说，现在你为了他抛弃了另外一个已经定了婚约的，你放不下的是对他已经成倍的付出了？他还是他，还是当时你抛弃的他那个他？其实当时你做的已经其实你也比较绝情了。你当时很冷酷，对他做出了伤害。认清这个，你就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报复当然有，但未必离开。因为哀求的还不够。情侣之间偶尔会教训教训对方，但并不一定要抛弃他。之所以现在还没松口，是因为你哀求的还不够，你所受到的惩罚还没有2年前他所承受的痛苦一样多。我当然相信你是爱他，但难道你不物质吗？我觉得我不物质。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他家里没有钱，每回出去吃饭，我会主动上前去把钱掏了。当初你是爱他的，但后来在你母亲的疏导之下，你不物质吗？第一，你离开了他；
第二，你又找了一个有钱的。第三，这次他回来，他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你才敢跟你母亲说这些。当年你太狠了，你走就走吧，还跟别人父母说那些个话，你当年做的太绝了。从心情上的考虑上来说，我觉得教训一下你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前提条件，教训归教训，这次回来还是希望能够跟你在一起。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教训是可以的。但如果他就是为了抛弃你，追了你又抛弃你，这种报复心理就太阴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猜对你的心思是怎样，男生。我不相信你买这房子买这钻戒是完完全全就是来气他的。如果女方的父母同意，女方也愿意给你的父母道歉，你还跟他在一起？你自己想吧。我宁愿相信他是在圆一个自己的梦，圆一个我有钱，我不是那个穷小子，圆一个那个当自己的父母被自己的前女友痛骂而自己毫无反击之力的一个男人的那些所有的自卑和伤痛，在圆一个那个梦。我宁愿相信你没有真的想由衷的伤害他，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你不如把它变成一个动力，变成一个对自己未来在事业在证明自己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更强的动力。男生，此时此刻你到底爱不爱他？我爱他，但我觉得我爱的是曾经的那个他，不是现在这个他。你觉得他现在和2年前有变化吗？有。他2年前不敢为你跟家里闹掰，现在敢。不只是这样，2年前因为我没有钱，然后我只是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用可乐瓶然后烧2个戒指给他，他都特别高兴。现在我送他一真的戒指，然后他都没有当年那种情绪了。你看到的是情绪，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你并不知道啊。我当时心里真挺高兴的。为什么心里高兴的？不表现出来。我觉得只要跟我在一起，然后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我们2个在一起就行。那我能不能这么解读，就是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你别给我买钻戒，你还是拿以前的那个可乐瓶的那个，对，给我都愿意。对。所以爱情是需要沟通的，你心里的想法你没有告诉他，你又把它化成了怨念。这个事儿其实不存在谁抛弃谁，这不很简单一件事情吗？年轻啊，处理不当，哪有那么大恨呢？所以你最好想一想，你这次回去到底是干什么去了？你像个男人一样的去面对生活吧，你去解决这些问题吧，哪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啊？其实有人是挺遭恨的。你既然订了婚，就意味着你再次做出了选择。你做出了选择，一个什么人来了就能带走啊？你觉得这种背叛对吗？你对得起那个男人吗？对不起。剩下的时间想清楚，认真的为自己的人生做一次决定，做了决定就负责任，就别后悔。一起进入黄金60。你爱我吗？爱你。你这次回来，你确定你真的是心里还是就有我爱我，还是就完全因为就是你心里不平衡？我想过要报复你，但是我真的下不去手。我可以去求得你父母的原谅，我可以跟着你走。我现在想结束这种煎熬。我觉得这不止对你对我都是一种煎熬。可是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我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就还是不相信我呢？2年前你伤了我们一家，我现在不知道你到底是在爱我，还是因为我有了。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不敢相信你，我害怕了。请亮灯，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就听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这2年里得发生多少事儿？当时这女孩是怎么走的？其实有太多的疑问呢。算了，不问了。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一起数5个数。1，请开门。结局挺好的哈，如果没有真爱，哼，什么都没有。接下来一起进入杰利亚爱情保鲜剂。爱情没了的时候，第一要说明白，第二尽量避免伤害。家庭环境
性格经历截然不同的情侣，如果想永远的在一起，那必须他做到4不原则：不比，不强求，不委屈，不任性。对于所有在爱情生活当中充满仇恨的人，一定要说一句：当你的报复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有一个结果几乎是注定的，就是当你报复成功之后，对方泪眼婆娑的时候，你得不到预期的快感。谢谢哈，关注聚划算，关注杰利亚活动季，有机会赢取杰利亚。